这是斯里兰卡的一个矿井，里面藏着世界上最珍贵的石头。矿工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它们。然而，矿井只有这些木板和草垫做着支撑，随时都有可能坍塌。这一期我们将深入矿坑，带你了解斯里兰卡璀璨宝石的另一面。大家好，我是小飞扬。我现在所在的城市是拉特纳普勒，在僧伽罗语中，拉特纳普勒就是宝石之城的意思。这里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宝石矿区，在这里街上随处有人向你兜售着宝石，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像这样绿豆大小的蓝色宝石，要价在50元一颗，打包买的话可以降到30多元一颗，看着是挺便宜的，但是因为我对宝石一窍不通，也不太感兴趣，所以并没有买。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位懂行的朋友，他是我在宝石街上偶遇到的中国商人，常年在这里收购宝石。他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宝石的加工过程。所以宝石珠宝就是这么来的，从那个河里弄上来，原石磨切抛光，然后再镶嵌。他这种，他现在正在看的话，他是在看取哪些面作为这几个面，然后还有就是里面有没有什么包体啊，需不需要避开一些什么的，然后怎么的，比如说裂缝啊，或者是一些瑕疵。都给了，哇！是，意思是你这个石头切完还剩下2克拉是吗？对，我这个一共是4克拉多的样子，4克拉的样子。哦，就这个出成率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接近50%。我们平时都是20%、30%。这种切割，你看它手工拉，它的转速很慢，对于很多容易裂、容易崩的石头就特别友好。如果说像我们现在这种先进的机器啊，转速特别快的话，有的石头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就不好处理，有一些处理一些特殊的角度的时候，有的时候这种工具反而更好用。对。了解完宝石的加工过程，再来看看这些宝石在当地是如何开采的。宝石在这里主要有2种开采方式，井采与合采。我们先来看看井采。他们很热情啊，让我们先看一看。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这个井是一个很深的井。May I ask how deep it is? How many meters? How deep? English? 他们不会说英语，这些矿工，然后我就只能用谷歌翻译问一下他们这个大概有多少米。因为这是一个新挖的井，所以现在大约只有13米深，一般的矿井会达到20多米甚至更深。跟他们谈好1000卢比的小费后，他们同意带我下井去看看。矿工们一天要上下很多次，已经非常熟练了，所以没有梯子，只有一根竖着抓我的杆子。但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这些木头上面沾着泥和水，非常的湿滑，脚很难使上劲，下去的话还是有点吃力的。斯里兰卡的矿井全部都是私人承包的，只要通过政府的获批就能开采，所以这里几乎都是这样比较简陋的小矿井。OK， 现在我们下到了最底下。Hello, my friend. Hi. 在井下架的这种柱子呢，是每次挖一点，搭一点柱子。他们现在只是在挖最基础的一个地基啊，然后下面还没有挖到宝石的地方，那宝石地方可能在更下面，他们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挖。他们正在这个后面边打地基边往下挖，然后每次挖一点的话，会用这个草，用这种草作为一个支撑物放在墙边，防止那个泥巴冲下来，然后再继续往下挖。所以这个矿现在还是一个刚打的矿，会支撑一些木板。很辛苦啊，他们这个工作，然后这里面的环境也特别差，
很闷热，然后又很臭，因为这下面都是那个淤泥，然后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难闻，所以在这里面的工作你看都挺辛苦的。这个是他们跟上面的一个传话筒。非常的也是原始，但是有效。因为地下一直在渗水，所以上面的水泵会不停地通过这根很粗的管子往外抽水，矿工们得一直忍受着水泵的噪音。这个袋子里装着挖出的淤泥，会被工人拉到井外，然后筛选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少量宝石。这就是矿井里的情况了。下面又湿又滑，上来的时候特别费劲，你得使劲的抱着那根木头，然后全身已经脏完了。我现在要去冲洗一下了。出来后，他们只要我一半的小费。原来他们以为我和朋友2个人都下去，结果只有我1个人下去了。不过看在他们这么辛苦，也很朴实，我还是把1000卢比都给了他们。哦，谢谢，他还帮我把拖鞋拿了 ，Thank you so much。据我了解，这1000卢比小费相当于一个矿工1周的底薪了。有一些矿甚至连底薪都没有。泰瑞奇也和我分享了一些矿工的收入情况。在前端工作的人是赚的最少的钱，做的最累的工作。这些矿工啊，包括你就像做包包也好，那些制皮的工人啊，这些他们其实都是赚的最少的钱。但是这个行业的最后端就是大家看到的所谓的光鲜亮丽的人，但是其实它的背后有很多人为这个行业去很辛苦的付出，他们是没有工资的，他们很累做这些工作，只有挖到石头还不一定有宝石。然后要发现宝石以后，给他们的矿主拿去卖出去了有钱，他才能拿到一点点的分成嘛。分成一般是多少？很少，矿主拿大头。然后如果说挖不到石头，挖不到宝石，那就1分钱也没有。挖到宝石卖不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宝石它都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成色质量，并不是所有的宝石都能够卖得出去，最后从这源头流到终端市场去。所以很多时候卖不出去，那矿主也没有钱，他们也一样的没有钱。而且他每天在那个井下，我今天下去，他们要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的6点，感觉听起来和我们国内差不多，但是他的那个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高风险低回报，这就是矿工们的真实境遇。下面我们再去看看第2种采矿方式——合采。这里碰到了一个当地人，他是四川大学毕业的，2019年毕业的。Hello,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evin. Levin. 对。哦。This is not legal in Sri Lanka. Mining around the river. It's illegal. It's illegal. Oh. They are doing illegal business. Okay, I will go to have a look. Yeah.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so much. You have anything? Huh? WeChat you have? Yeah. Yeah, this is me. Great. If you have anything, you can ask me. If you need any help, I can help you. Okay, Yeah. okay. A lot of Chinese friends help me in Chengdu. So I will help you too. Oh, thank you so muc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again there. Oh, see Be you again. careful. Okay. If they ask money, don't give. Maybe if they ask, you can give e-buy. 100 卢比. Oh, If they tips. ask, you don't go so close. You can stay nearby and just film me.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Bye bye. 你在这里是做珠宝生意吗？对，是卖给中国还是哪里？我卖很多 ，like we buy lot of gems, collect and send it to China. Not just one piece. We buy many and send it. 我的爷爷在这里。所以 maybe we do when we were child. 好的，谢谢，拜拜。我去看，拜拜。这个地还是有点滑道。Hello. Yeah, I've ate. Ooh. Did you find the gem today? Yeah. No gem. No gem.
他们正在吃午饭，现在是中午时间。有一个人会沉到下面去，把河底的泥沙石用一个桶给舀起来，啊，舀一桶沙，然后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刨，主要是把一些细的泥沙洗掉，蛮辛苦的，这很脏的。哎，这个就是他们淘上来的石头。就在这里面挑一些小的宝石，里面有一些这种啊比较大的，这种看着感觉像是还行的。哦 ，Is this gem? No. No. Dietary. Normal rock. Dietary. 哦，这不是。我看看他们今天找到的。This is dalam. Wow. Dalam. Dalam. 2,000 rupees. 2,000. Yeah. No cutting, just this. 2,000. Natural. Thank you. Beautiful. Dietary. No gem. Not gem. But OK. 他说这个不是宝石啊，我也不懂。就说这个感觉还透明的，还挺好看的。哦，这是 gem。哦 ，this not gem。No gem。好吧，这个看着成色也不错的，说也不是宝石。OK。然后这是他们今天淘的一早上淘的，觉得有价值的石头。Is this one black? Yeah, black cut. Black cut. Cut. Black cut. Black card。 Black cut. 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边小虫子特别多啊，就这一会儿我的腿上，这不知道能不能拍下来那种特别黑的小蜜虫一样的在我腿边飞，然后也会叮，别看它小，它也会叮人的。哇，这个叮一下就是一个包，又一个包，都不是蚊子，但是也会叮人。为了防止刚才那种小虫子叮人啊，他们这边会临时烧一些树叶，用烟熏的方式来驱蚊虫。How old are you? How old is him? Children. 10 years old? What's again? Oh, 17. 17. Yeah. 哦，这17岁，那看着好小啊，看着好小。哦，这个就是一种感觉像是宝石结晶。和他们简单聊了一下，他们现在因为没有钱买开矿井的装备，也不想被其他矿老板剥削，所以他们就几个兄弟搭伙一起干，打算等攒够钱了再一起开个自己的矿井。现在每天的收入基本全靠佛祖保佑。他们这个算是规模很小的了，更专业些的河采会像视频中这样在河道内设下很多的围挡，人工在河底挖掘。这样的开采呢会影响到河道的走向，所以河采在斯里兰卡基本上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巨大的诱惑以及生活的压力，还是让不少人为之铤而走险。挖出宝石的人冒着巨大的风险，付出辛劳的汗水，却只能获得整个利益链中最小的一部分收益。所以在这里，大多数矿工都像河采兄弟们一样，希望拥有自己的矿井，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我的旅馆老板就是个成功翻身的矿工。 Before I go down, now I am on. When did you own your first mine? I am 18, 19 years old. I can do the workers. Digger. Yeah. Laborers. Laborers. What age did you get your first mine? Belongs to your own.
Belong to my, I think I can start in 1998. 1998. How old are you that time? 45 years, 47 years old. 45. So you worked almost 20 years digging. Yeah. Then you owned your own mine. Yes. Wow, that's a really long time. After you own your mine, you don't go down. No. you hire other laborers to help you. Okay. 是的，新一批的矿工仍然会走上他的路，但能不能像他这样走上巅峰，那就是未知数了。但是，这也足够成为支撑其他矿工的希望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投币、加关注。我是小飞扬，一个分享路上真实见闻的旅行者。我们下期旅行继续。